有奔馳的快感，而且啊，這個風景也非常的棒，不愧是有台中版萬里長城的感受。沒錯，這邊是最近才剛整線好的全新步道，它全長1.9公里，而且這邊不只適合冬天來暖身，連夏天也非常適合來，非常的涼爽。哎，你講到一個重點，冬天適合暖身。這一次啊，我們來到台中的海線，一般大家都會覺得在海岸地帶冬天一定都是冷得不得了，可是其實台中海線啊有很多很暖心的旅遊方案哦。哎呦，那我們剛剛已經暖過身了，所以還有其他更多的暖心行程哦。那當然，等下讓你熱騰騰的呢，好不好？熱騰騰，熱騰騰。光是點火就好有氣勢了，超有儀式感的。對啊，玉皇大帝一定可以聽到我們的願望。手會酸呢。台中海線的旅行一天怎麼夠玩？當然要待2天1夜，所以我挑了一個台中海線最強親子放電場。我們的辛苦就是在現在展現出來。黃金菜，醉啦醉啦！在陽光下看起來好美味可口啊，你們看起來好嫩哦。台中海線的暖心旅行，連天氣都很給力，冬日暖陽，你看多舒服啊！對啊，今天早上從北部出發的時候，還天氣陰陰，有點擔心哎。但是感謝天公伯啊，給我們一個這麼好的天氣。對，你說對了，要感謝天公伯。我們就是要來造訪天公伯。我覺得天公伯在我日常生活當中很重要。生活不順的時候，我們常常都要呼喊他，天公伯啊！我今天早上長針也是呼喊一下天公伯啊。所以既然這麼常打擾天公伯，那來到台中海線一定要造訪全台最大的天公廟，還有全台最大的玉皇大帝三陽玉府天宮。要哎，我們趕快跟天公伯來拜個碼頭。一定要。是的，我跟你說，我們要拜一個人要9支香才有誠意。文姐，我跟你講，這個真的太弱了。我們來拜玉皇大帝哦，就要用這種，你看。等一下，怎麼會這麼大一支？對啊，這個才有誠意嘛。特粗哎，哇，對。通天香、大龍香，這個較好。主委把大龍香拿在手上，就已經覺得非常的壯觀。現在自己捧着，還挺重的耶。主委，這個大概幾公斤啊？5公斤多。5公斤就比一個 baby 還要重哎，而且小台斤，高度是比斯達你還要高呢，就快要跟我一樣高了。對啊，真的是超過我了。你已經183了，一點點。對，這幾天我等。671，哇，62真的是180幾公分，哇！對。哦，真的很壯觀哎！所以這麼大的大龍香，主要就是說我們祈福可以祈久一點，因為點的話它可以燒久一點，是嗎？其實最重要，點龍香，你一點就點到天宮那邊。哦，等於直達天聽的感覺啊！對。所以直達車。那我們趕快。是的，幫我點一下，我把我的願望直達天庭，直達玉皇大帝。跟人家借打火機。好。哎，主持，我來講，這有專門大機的噴燈，專門在點大香的。好像也是哦，小小打火機。這點足久的，所以有專門用噴燈啊。對，專門噴燈，專門在點大香。我給他燒了你的手，你手得來。對，這樣子小小的打火機，真的沒辦法，要點多久？要點很久。不行，我們要效率，我們要直達天聽啊。對，所以有專門的噴槍。專門噴燈。光是點火就好有氣勢了，超有儀式感的。對啊，玉皇大帝一定可以聽到我們的願望。所以用一般的打火機，真的我看不止20分鐘哎，不只要20分鐘，可能真的會點到天黑。對。好，拜。好像有一點難度，要有健身。這在重訓，有點200。手會酸呢。通天香除了直達天聽之外，它燒的時間比較久，可以燒36個小時。
謝謝，謝謝，好，小心。哇，哦，好有气势哦。好。思達，你有注意到三陽玉府天宮這邊很多東西都是放大版的？真的哎，這邊真的什麼都大哎。剛剛我們那個通天香，就已經特別大了。我們的玉皇大帝也特別大尊，連這個香爐都這麼大哎。對，這個天宮爐不但是全台灣最大的天宮爐，而且它還可以幫我們消災解厄哦。天宮爐可以消災解厄？啊，不就是拿來插香而已嗎？沒有啊，你想想看，一般我們不是會嫩丟咖嗎？鑽腳底，鑽完腳底之後，你身上的病痛啊、苦難，通通都被解決了。這裡也可以鑽爐底哦。哇，大到可以鑽就對了。大到可以鑽，跟着姐。好。然後我們要從龍邊進。哎呀，哎。他是要用匍匐前進的方式。我真的覺得你當過兵。鳳邊出。哎，出來了沒？出來了。对你來說，是不是空間還是小了點？就是還 OK， 還 OK。然後最後，你看我們嫩丟卡的時候只鑽一次，但是我們香爐是圓的，所以我們鑽3次，我們最後再鑽一次就圓滿了哦。360度零死角。沒錯。這樣鑽一鑽也蠻喘的耶，怎麼鑽一鑽還喘了起來？謝謝，謝謝天公伯。我們在天公廟轉了運，你現在應該覺得能量充滿，整個運勢都提升了。所以我們繼續來到牛罵頭這個地方。牛罵頭這名字很抽象哎，聽都沒聽過，我只聽過 one little two little three little。但是我其實也不太知道牛罵頭的由來是什麼，只覺得這個地名很可愛，它是清水的舊地名，但是它為什麼有這麼可愛的名稱？我覺得還是要來借問站問一問啦。還是要問一下專業的。哎，看不出來這是借問站吧？古色古香哎。啊，你看，這裡就可以一清二楚的看到很多台中海線的景點呢。哇，可愛哦。老師，吳老師嗎？歡迎各位，清水散步。吳老師，跟吳麗姐說帶我去牛罵頭，怎麼會有這麼抽象又有點可愛的名字啊？牛在罵頭，那真正的是應該是回到1624年，因為荷蘭人來到台灣的時候，開始記錄這裡的人，那這裡的部落那時候就叫做牛罵社，烏罵，牛罵社，所以這個老地名就一直叫到1920年，才改名叫清水。是音譯過來的，荷蘭的譯音哦，古媽。清水這個地方，它在台中海線上，其實它薈萃了很多人文，同時因為它也有火車，也有鐵道，也有海風的吹拂，所以它其實算是旅遊資源跟可以慢慢散步很適合的地方。對，所以我們才叫清水散步。老師的這間店其實也匯聚了很多的旅遊精華在裡面。那事實上呢，我們這邊已經成立40年了，所以呢，跟海線有很多的互動，那海線其實留下非常多的文化資產，不管是從這個荷蘭時代的大肚王國，或到後來的漢人進來之後，留下很多很經典的東西。老師這邊其實也算是清水文化資產之一耶，你看現在還有這麼多的 CD， 這真是很難找，而且每個都很經典，都很經典。古典樂的 CD 都是絕版的，所以買到了都很開心。這邊都絕版，然後老師這邊除了像是 CD 啊、書籍之外，還有很多的文創商品。對啊，其實唱片就是一直暢銷到大概2006、2007，它就
被數位取代了。那我還是要繼續走下去，所以就轉型變一個文創小店。結合了這些文創商品啊，還有這些圖書啊，還有音樂、咖啡之類的，有點像藝文沙龍的概念。對，那為了讓大家能夠更聚焦看到我們，所以就創立了幾個品牌。像清水散步，代表說各位來到清水就很適合用很慢的速度，1個小時2公里就好了，慢慢的逛，慢慢的逛。1小時2公里可以？对，可以啊。那所以說，我们想要知道一些清水更隱藏的玩法，來這邊找老師找對人啊。一定的，你走進來就看到黑板上面已經有隱約有一些知名的景點。好，那老師你就帶我們散步一下，我從現在開始記哦，不能超過2公里哦。可以。但超過2公里最可能就是你，算你的。我覺得你會比較容易一直走，越走越快。真的嗎？不行，不要超過2公里。好，配速配好。對，老師帶路吧。好 ，Let's go。老師來帶我們深度認識了解清水。我知道，以你是鐵道迷的身份，看看這些建築，應該是類似什麼台鐵員工宿舍之類的。對，很合理，是嗎？可是你不曉得地踩的地方底下是多麼厲害嗎？我們現在踩的這塊土地下面，你只要往下挖30公分，你馬上立刻挖到陶片的石器。立刻挖到陶片跟石器，所以我們站在一个有點類似遺址的地方嗎？哇，那就是啊！真的？對。那旁邊的這些建築呢？哇，這個建築其實是1957年之後阿兵哥他們所蓋的經驗，他們一直住到1997年才撤出去。好複雜哦！地面上是軍營，但地下是遺址。對。那這個又要講到日本時代哦。1937年因為要蓋清水神社，結果呢就挖到了陶片跟石器。後來被證明都是一個考古遺址，所以老師，我們現在所在這個地方，它非常的複雜，它的身世很曲折，應該說豐富，很有文化，對，陸地上的很有深度，對，有4500年的考古遺址，然後呢，又有1937年的神社遺跡，所以可以看到破錢啊，還有一些石燈籠之類的，然後又看到阿兵哥1957年之後的營舍，就是一個活的歷史書嘛，經過3個不同的歷史風貌，哇，問題我們現在已經走入地下了耶！不就是一個展覽場嗎？怎麼說走入地下？可是它可真不一樣哦。各位看一下，這個呢是在我們這個園區裡面挖到，然後呢透過吊車把吊進來的真品。真品是什麼意思？真品就是原汁原味，原來就是長在我們的地底下的。真品，哪邊在哪裡？你有看到很多的陶片嗎？老師，你的意思是說這是一個考古現場？對。那所以文物在哪裡？對啊，文物在哪邊？好，那考古家很辛苦，從上面這樣一層一層的往下挖，挖到什麼都沒有了，代表生土層，代表這個考古遺址就結束了。然後呢，把生態遺物，就是種子啊、植物種子或是動物的骨頭，送到實驗室做碳十四的檢測，可以查出它的年代。那你知道多厲害嗎？我們看到2條線，對不對？對。底下這條線底下呢，它所代表的是4500年的考古牛罵頭文化層，然後再上一層是營埔文化層，它代表是3000年的文化層。然後這裡最可貴是還挖到了石棺，所以非常珍貴。大型的石棺之外，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個原汁原味考古現場，還有一些比較小的文物，比如說日常用具等等，摻雜在其中，但我們2位麻瓜看不出來。有啊，其實不是很多陶片嗎？很多陶片，是大家找一找。像在那個上面這個真品不是我把它放上去的。所以那個陶片就是3000年的陶片。3000年的，真的。所以大家來到牛罵頭遺址，看到這一區，不要想說它就是一個像博物館裡面的造景，不是它是真正的，它整個掉進來的。對，這一塊超值錢的。為了讓它進來，把屋頂掀開。無價耶！我意思說，它真的是很珍貴，真的很珍貴。大費周章把它弄進來，真的很珍貴。這個保存的心也很珍貴，對，很重要。這個我超會的，我叫養貓。哇，養貓砂是嗎？這樣挖要讓一層一層的慢慢的挖，
哦，因為你這樣挖，可能把那個陶片啊或石器就把它搞壞掉了。哎，這是真正的考古現場哎。對啊，你剛剛這樣咚，然後已經破壞了一個文物，沒錯沒錯，不行這樣。所以老師，我們是要慢慢把它撥開。對，撥開。那所以一次撥是要撥，比如說0.1公分這樣子，慢慢隨便你都可以。對啊，你那個陶那麼尖，你剛下去，你的陶片已經……如果是開怪手的，已經把這個遺跡都弄壞掉了。你的陶片已經破碎了，支離破碎了。對。老師，我們現在挖的這一塊，有可能會挖到什麼時期的？對，有可能是陶片哦，大概是英普时代的。老師，我這邊挖開了之后，它的沙又過來填補我了。你不能往右嗎，邱先生？你往另外一邊好不好？哎，同學，我挖開了，同學不要來亂。同學，這位先生蠻順手的。我把土拨開了，你又帮我填回來。靠一下有水好，趕快啟動你的刷子。這時候就要用刷子了，就不能再哇！這是什麼？這不是我吃滷肉飯的那個碗嗎？等下老師他因為挖東西又把我的坑填起來。不是，我這邊就比較有價值了啊。所以這時候就不能再用鏟子了，要用刷子把它刷出来，刷干淨，然後把它取出来。那可以用手帮你合作，我帮你剥连掉。哇，是青花瓷嗎？應該沒有那麼沒有那麼厲害，沒有那麼久遠。哎，所以我判斷，老師我判斷，第一個它已經有上釉了，對，所以它年代應該已經比較近了，已經不會是史前時代了，因為史前時代會更質樸。那再加上這個弧度呢，它延伸過來的話，應該是可以變成一個容器或碗的大小，就是滷肉飯的碗，不是泡麵的碗，泡麵碗，滷肉飯型的，对对对，不是大湯碗。挖到石器哦，老師我解讀的對嗎？哇，厲害！這個我台語可以把它叫釉回。釉回是什麼意思？釉就是比較細膩的哦。如果一般挖到的那個是粗回，粗回，回啊粗回，就是沒有上釉，比較粗胚那種的。哎，我一定永遠挖不到，因為你一直把我填起來。因為我沒辦法，我不填你，哎，我不填你啊！哇，你是考古專家哎！哇，又是你！于是达，你加油好嗎？好厲害，真的有嗎？嘉琪，你有沒有認真在挖？這個就不一樣了。這個是史前的，這個是史前的，就是沒有上釉的，對。沒有上釉，比較粗胚，這個就是更早。你趕快努力看看，我們都沒有挖到石器耶，我們只剩下石器還沒有挖到而已。加油！看誰能夠挖到石器哦。真的有嗎？哎，哦，哎呦，聽到聲音了，哎，哇，好像是一個大型的，是？對啊。哦，這是什麼東西啊？黑黑的，我覺得好像是比較是偏石頭。對，我會挖到石頭了，老師。哦，這個年代應該比較久遠。哇，哎，這個感覺不一樣哦。哇，這石頭哎，這個就有人工的痕跡了。對，跟這個就不一樣了。不一樣。對，如果是再綁個棍子的話，哈，就可以當做鋤頭來使用。哦。哇，目前你年代最久。哇，這是今天最大的收穫。史前時代的人一般的肚子了，對，现在肚子裡面有湿氣在裡面，找東西吃，對不對？太好了。我跟思達介紹說，你們這邊擁有全清水最好吃的咖喱飯，而且啊，可可他們這邊都是用當地小農的一些食材料理或是農產嗎？對啊，像是米啊、麵線啊，還有生菜，對，都是地產地銷，然後馬上到你的嘴巴旁邊享用。哦，不過話說，你今天的打扮很不一樣哦。对啊，我今天就是因為你們來，所以我特別想要讓你們知道哦，我們現在非常稀少的一個平埔族，它叫派布拉族。因為現在人真的變得好少好少，我希望可以讓更多人知道。現在的派布拉族在台灣大概有多少人啊？好像剩100-200個而已，集中在清水這一帶。沙鹿那邊比較多，他們還有傳統的儀式，比如說他們會跳那個扛殘布啊，然後還會有祭祀這樣子。啊，所以你特別穿上了派布拉族。對啊，迎接你們。對啊，好有味道哦。對，顏
色也非常的好看，對，所以我穿上去之後就有一種就是祖靈在告訴我，他在保佑我的感覺。对，而且是在這一塊牛罵頭的發源地。你看，我們又在牛罵頭的發源地看到了原始的服裝，對，然後我們又吃土地生長出來原型的食物，對，以古遺今，所以你們從以前4500年前傳說到現代。那食物的部分要麻煩你準備了，沒問題，我們一起來享受裸食料理。雖然是為了咖喱飯而來，可是我完全被這一盆生菜給吸引。因為我身為一個男生，是一個不愛吃菜的人，但是這一盆看起來是非常油亮漂亮的，色彩超形容到盆了，對。這也是你們裸食料理的精髓，對嗎？對對對，我們一直希望可以推廣裸食，就是因為希望用不過度烹調的方式，然後讓大家可以吃到天然新鮮的原型食物。這些蔬菜都是跟小農合作採收的蔬菜，哇，產地直售。你們現在吃的這一批啊，它真的超清脆甜，就是你吃到它的梗是很淡淡的清香，有甘蔗的香甜味。對，這一次因為現在的溫度剛好是生菜最喜歡的，好好吃。它光插下去那聲音好療癒哦，就知道它超脆的。土跟曬太陽的才會這樣子，對。梗真的有夠清脆，水果的甜香非常的自然，而且再加上一點點的堅果類，所以就帶一點果實般的甜度，有好多種甜度在，很多層次堆疊起來的香氣，好好吃哦！謝謝。那咖喱飯是我們來這邊的極大目的啦。對，這有什麼秘訣嗎？它的精髓是在它的米。是米，對，不是醬。對啊，醬不是靈魂嗎？咖喱其實重點是米，因為米它會帶動壽司的一個口感，就是希望可以帶給大家天然的好的東西，就是跟大家分享。這也是我們一直堅持下去的一個動力。米本身有一種甜度，它用的是台梗147號的玉香米，所以還有淡淡的香气。難怪我覺得吃進去就感受到米有一種甜度。除此之外，你們煮的熟度跟咖喱飯非常的剛好，我覺得真的很好吃。會覺得吃進去除了有香氣之外，那個米飯中間是有空隙的，它會讓不喜歡吃飯的人喜歡吃飯，它有一種蓬鬆的空隙。而且它的醬就很特別，它有點咖喱味，然後又有點綠咖喱的感覺，那種。好像日系，多國界，對，日系跟泰式的結合，對不对？蔬菜水果咖喱，所以你吃到它的甜，我們都沒有再加糖了。它的甜是來自蔬菜水果的甜。哦，原来可以這樣搞，很開胃又很順口，不會有一些會吃起來覺得很負擔很重。對對對，有些甜度太甜了，可是很剛好。海鮮的暖心旅行啊，有時候也要補補身體。講到補身體，在清水這邊有一樣非常善於滋補的蔬菜，就是這個。哦，這韭菜我認識啊。你認得出來，不錯哎。從小在鄉下長大的。那你知道韭菜跟韭黃本一家嗎？哦，所以他們是同一個農作物哦。本是同根生。這個我還真的不知道哎。但雖然說我不知道，但至少我知道農作物就是要照太陽才會長得好嘛。是沒錯。你看這韭菜怎麼蓋一排黑布呢？會不會啦？哎，等，你慢下。為什麼不行先？啊，韭菜就是要照太陽才會長得好啊！你不會，我教你嘛。對。但是一般的都是這樣，但是我們韭菜是比較特殊，所以要把這個葉子割掉，割掉剩下那個茎，然後再覆蓋上來，沒有經過20天不照射，沒有鮮光的作用，然後出來才會變成一個黃金菜。所以黃金菜就是韭黃嗎？對。原來如此，有被上了一課的感覺。對啊，跟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樣。我們做這個是非常的辛苦也沒有那麼簡單。難怪王大哥，你這邊已經在割，切。對。你切完之後就要幫他們蓋棉被了。對，蓋別墅。那有沒有需要幫忙的地方？我們兩個很擅長農事哦。對了，好哦，正需要。來，先把這個割一割，割的話把它放在地下，不要了，丟掉，把它丟掉。好，把它當做基圍了，不要了。
對對，像這樣啊，把它丟掉。安尼傷對吧？哎，不會，安多好。多好哦。然後我就要負責把旁邊清乾淨，对不對？王大哥，你這邊剛剛已經清過了，對。哦，你真的清的不是很乾淨，你看這邊還這麼多骨頭。質疑。你要還是別要？對啊，你不會，我們可以教你哦，大哥。多指教，多指教。這兩個很好打。對，因為他現在把鐮刀放下來，我才敢這樣講話。他剛剛拿的刀，我是對他很尊敬的。那韭黃比韭菜的經濟價值高嗎？哦，高。哦，韭黃有賣比較貴就對。對，貴很多，而且韭黃做好的話，非常的漂亮。在菜市场的話，或是在超市上的話，非常高經濟，做非常的漂亮。大哥，这个怎麼用？好，咱頭前台這葉要掛掉對不？啊，這毛啊3星期了後，咱這嘛就是要起別種，再起好個舒適的環境，可以生長。這好像那個哦。對。就搭帳篷啊。對。就搭天幕還是什麼的。登山露營的時候。隧道上。對啊。這樣子戳下去，大家都要搭到，對不對？哦。把插下去。插下去。好。OK。好。卡在這上面是不是？對，放在上面。哦。中間一隻。中間一隻。對。這樣。哦，它這邊有，我知道了啦，是的，你看它這邊有一個坎。對，一格一格的。3個坎，4個坎，5個坎。可以卡住。所以就是可以5個。总共要3層啊！他蓋了一層薄被之後，現在還要蓋一層。東北來了！哦，這個遮光效果。這個不要讓它顯光合作用啊！原來如此。它的作用是不顯光合作用。那為什麼一定要蓋2層，不能直接蓋東被嗎？因為冬天比較冷，所以冬天要多蓋一層。對，冬天要多蓋一層。啊，原來如此。我必須得說，我連我小孩我都沒有幫他蓋到3層被子這麼多，現在要幫韭黃蓋3層被子。你看我們韭黃是多珍貴，很珍貴啊，比小孩都還要珍貴。對啊，比小孩一樣珍貴。然後我們把這個弄完了，對不對？打完了，對不對？然後我們就是要看我們今天最精彩的部分了。我們來揭曉之後，我們的20天前的一些成果，我們的辛苦就是在現在就要展現出來。我已經聞到那個香氣了。對，有我們的黃金菜。黃金菜，噔，然後很漂亮的。啊，好漂亮哦！對，很漂亮。哇，碎啦，金黃色的。哇，在陽光下看起來好美味可口啊！你們看起來好嫩哦，好嫩哦，真的。等一下，王大哥，但我現在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們掀開了很開心，對不對？但我們要採收，是不是要把這些木條拿下來，然後又要拆那個？我們剛剛做的事情要倒帶重複再一次。對，甚至把這個鐵架拔起來。所以我們又要在剛搭好了天幕帳，我們現在要拆天幕帳，然後又要再重新割採收這樣子。剛才是反過來做。哦，是啊，我覺得你加入節目也差不多2-3個月了，該是你展現你的價值的時刻了。這些工作就交給你好了，好不好？最會工是等一下我們割完的話，回到家裡才是最會工的時候。哎呀，美女，真的美女，你要搞清楚哦，是這個等一下的那一段是困擾着我，不是田裡哦。這個沒完沒了哎，這邊種韭黃。把它洗乾淨之後呢，你就輕輕的在水裡面拍它，你就在拍它，你把它放輕鬆，讓它游泳浮在上面，輕輕的拍它就好了。說實在話，總幹事是我跟思達參與的大部分農務都是採收完之後我們就可以吃了。對，我第一次遇到它的後面的那個作業還要這麼久了，而且還很細。沒跟你講。這個是無法用機器取代的，完全要是人工。所以呢，起碼呢，我們的奏賢的務農啊，所面臨到的瓶頸都是人力的缺乏。人力缺乏，因為回來之後還要再挑。對，剛剛你看到過了，已經把這個薄膜有沒有？髒的薄膜用人工一滴已經給它洗清去啊。都已經用乾淨了之後呢，烘乾淨之後，等這現在就是我們要來脫水。
對，把水呢，就是把上面還有一些比較殘餘的一些髒的這些東西，把它洗滌完之後，最重要的是愛個 Q 面吶，它也要打扮一下嘛，賣相會好一點。對，所以呢，我會把呢比較粗根的，它粗根，它 Q 的面墊，然後你看。裡面好漂亮，好漂亮，裡面好漂亮，光亮啊！對啊，你看，好美，好美。可是這都是用人力累積出來的，勞力，對，都是勞力累積出來的。你看農民辛不辛苦？除了勞力之外，還有時間。對，我們這樣搞完一把之後，已經要日落了，天都要黑了。我们而且因為它是一個所謂的黃金菜，它非常嬌嫩。它非常嬌嫩，所以呢，它必須要非常小心的呵護它。對啊，相對的，在我們的各大的一個餐廳裡面，它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食材。产地直送的韭黄，我覺得稍微清燙一下應該就很好吃了。對，沒錯，試看看哦。對，一樣，它非常的清脆滑潤哦。老話一句，頂級的食材只要最簡單的烹飪方式。沒錯，沒錯，沒錯。而且我覺得總幹事你們好用心哦，你們還幫他打一個結，有沒有？做得很可愛。對，這就造型嘛，這造型哈。很甜。對。很甜，甜的，就是人家咔嚓咔嚓的聲音。對，它很脆，口感很清脆，然後它少了韭菜那種辣的呛辣的味道，然後变成是清甜的，对，越咬越香哎。而且每一口每一個部位都是脆的，它沒有說有的地方脆，有的地方啊變糯啊 Q。對，沒錯，沒錯，沒錯。所以這就是手工挑出來的，我要哭了。對，因為是人工挑的才會這麼的細緻，就是我們把那個不好的部分挑掉。對，沒錯，沒錯。機器挑的可能還會有一些地方啊糯啊 Q 啊什麼的。我們人工挑出來，我們工作那麼辛苦，所以它每一分都是脆的，是好好吃哦。而且我覺得很多不敢吃韭菜的人一定要試試看韭黃，對，它保留了韭菜的香氣，但是嗆辣都沒有了。對，沒錯，沒錯。這個滋啦滋啦滋啦的口感，你真的可以嚼個不停。對，沒錯。而且它很多汁，它還會一直有那個蔬菜的汁，對，跟蔬菜的甜。最主要是甜的，甜的。其實不止韭黃啊，韭菜也是這邊的特產。好好吃哦，好吃吧？其實這邊的韭菜也不會有韭菜的辛辣味啊，也是甜的韭菜。對，它讓韭菜讓這個餅多了一個口感，裡面是鬆軟的，然後加上韭菜之後，一個脆口的感覺。對，它外皮是鬆脆的，對，然後裡面是內軟的。對，哎，對，好好吃哦，全方位無死角的韭菜跟韭黃，真的是可以好好的品嘗，大方的品嘗，因為我們有辛苦的工作。對，辛苦了大半天的，要慰勞一下哈。我們今天忙了一整天，然後呢也吃了美食。等一下我帶你去一個秘密基地。還有秘密基地啊？當然有嘍，來到海鮮。當然不能空手而回去了，一定要去呢買個伴手禮。哦，那必須的。我剛以為要帶我們又要去弄韭菜啊什麼的，我有點緊張。沒有，今天工作到此為止，我們去逛園區。好，那要買伴手禮，OK，沒問題。旅行一天怎麼夠玩？當然要待2天1夜，所以我挑了一個台中海線最強親子放電場。你看看，這是最強哎，6這個38Y 2M 的小朋友都喜歡呢。哎呀，這個好好玩，這個泡泡好厲害喲！哎，嗶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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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孩子們冷靜冷靜哦，冷靜哦。恭喜你們這個歡迎儀式真的太浮誇了，而且詩達，你看他們的整個占地草皮空間也很浮誇。它這個草皮比我國小操場還大。哎，好像有哦。對啊，是超大，誠意滿滿呢。哦，我們這邊一直都是誠意滿滿的。然後這邊的話，不止跟各位說，除了這邊還有好玩的地方以外，我們其實裡面還有更多好玩的地方。你們留了很多玩樂空間給旅客，是不是？是的，是的。我們這邊的話，占地的話雖然是800平，但是我們這邊的話是大約300至400，都是這邊草皮，大家都可以看到的。海線就是海派，好。800平，它就留300-400平給你玩。
對，而且這邊帶小朋友來超放心的哎。是的，是的。那我們這邊的話，也是因為有很多小孩子的緣故，我們有特別為小孩子们的安全着想，所以我們這邊都有做一些防護措施。對。你們的游樂方式也很多元，有籃球，有足球，有投棒球、9宮格，有高爾夫球。是啊，我們這邊還有另外一個更好玩，那邊的話我們會放滑步車，好想玩哦。冷靜，這位小孩30幾歪是不是？30幾歪，38歪，38歪，巴迪，請你冷靜一點。冷靜 ，calm down。因為你現在瘋的話，你現在不 calm down 的話，等下進去你可能會更加的瘋狂。哦，真的嗎？也有可能裡面是我比较瘋狂，因為據我所知，我現在視線掃過去，我覺得裡面的色調有點夢幻，裡面是網美咖啡廳的感覺哦。哦，我們這邊雖然感覺起來網美，但是進去之後不只是網美，還有夢的感覺。哦，所以小孩跟少女。對，那帶我們進去看看。當然可以，來 ，Let's go。哇塞，這裡真的不愧是台中最強親子樂園哎！當然，各種種類的遊戲都有。你看沙池，還有男生會瘋掉的賽車區、車區、扮家家酒區，是的，而且還有一些學齡前的玩具。這邊的話，你們可能覺得說是要住宿才能玩，沒有，你只要用餐完之後，這邊也是可以一直玩一整天。所以不分年齡，也不分是不是住客，都可以來享受這個空間。是的，太佛心了吧？对啊，那我可以吃1-2口，上來玩一下，再下去吃2口。那看你消化消不掉。我覺得國家要頒獎給你們，因為社會需要這種友善育兒的氛圍，這樣父母才可以很安心的覺得我孩子有地方可以玩，我又可以不用一定要住宿之類的，就是有這種友善我們爸爸媽媽的一些設施，簡直就是爸媽的救星，育兒的明燈啊！父母的福音啊！真的太好了，不敢當。陽光雙套房，這個坪數，這一進來感覺超級明亮哎，既明亮又寬敞。你看它簡直就是一個家庭客廳的感覺。雙套房就是有2個房間，思達你快進來，它房間的視野超好。哇，而且真的都很明亮，這邊對，採光超好的。從窗戶望出去，房間這樣就可以看到整個台中港沙鹿龍井，視野非常的棒哎。整個俯瞰整個台中的海線。另外一個房間也很不錯，它是有點加高形式的，等於是小朋友可以睡這一間，視野也很好。對，而且我覺得很重要，它2間房間有2間廁所。哦，不搶。對，完全不會搶廁所。我覺得它的視野啊，除了可以看到大台中地區之外，海線的這些地區，還有就是它在看到市區之前，還有森林，有很多的樹，所以你就會覺得森林景色、城市景觀，通通都看到。不過我覺得最吸引人的還是這個陽台吧。真的，我超喜歡這個陽台的。哇，這太陽，這個天空，這個雲，這個陽光。是不是真的就在台中這種陽光充足的地方，你才可以有點陽台日光浴的情調在？而且我覺得這邊很棒哎，如果你是帶小朋友來，你可以讓他很放心的這邊玩，然後你大人可以在這邊享受日光浴。沒錯，從裡面玩到外面，從外面玩到裡面，它整個外面的大草坪，然後甚至你在房間裡面自己也都還可以在陽台上面嬉戲，好奢侈哦！這個坪數我覺得太豪邁了，太舒暢了。呀哈！這間房間啊，是這個民宿的大熱門哎。我相信這裡超好玩的哎。對啊，小朋友進來會瘋掉吧，會尖叫。真的，而且它是城堡的設計，如果是小朋友，我一定要睡在裡面。對，它的城堡設計還不是只是貼皮啦，或者是貼一個背景，它真的把牆面打造成城堡的樣子，很用心。但你知道嗎？這一間預約要預約半年。要等半年，如此的熱門，
那我們今天等一下晚回本，一直溜，一直溜，狂溜。可是我覺得就算要等半年啊，像我身為一個媽媽，我也會認為值得。因為小朋友一定會自己舉手說我要睡那間，所以不會跑到床上來跟爸爸媽媽擠。對，這邊就是個獨立雅房的概念，而且這邊其實在房間你要這邊玩，你都看得到。對啊，很安全，真的是很棒的親子房。哇哦，竟然還有汗蒸幕的享受。对啊，這邊不止小朋友可以放電，大人可以流汗排毒，哎，超讚的。我們這也是一種大人的放電啊。你是不是有昏昏欲睡的感覺？我覺得整個氣氛很適合，就是直接躺下來睡覺，這樣就放空。我覺得在這裡做汗蒸幕，一方面很舒壓放電，你又知道這是一個對血液循環很好，可以稍微釋放一些壓力的活動。另外一方面，他們打造的這個空間很舒心療癒，有點可愛，又有點繽紛，所以其實小朋友也可以進來一起享受的。對啊，哎，這邊很韓式哎，有點回到韓國的感覺，很韓式。韓劇裡面的畫面。韓式的汗蒸幕呢，你是真的可以在裡面睡覺的，所以他們也準備了枕頭。哦，是真的嗎？真的可以躺下的。我覺得我們在這一個住宿空間裡面，真的可以窩很久。它有景、有住、有玩，同時它還是一間餐廳，有豐盛的料理。对啊，而且聽說不是用住在這邊，也可以來這邊吃哎。這邊對那種親子的團體，覺得非常的友善，超級友善。有當過爸媽的人都知道，好好吃一頓飯有多難，真的比登天還難。對。所以主廚很了解我們的需求，對不對？主廚，因為我把它融合說，一般來講的話，我們是把小孩子單邊是玩，然後那個父母在這邊放鬆。這邊算是就是小朋友可以放電，然後大人也可以拍美照。哎，重點是我們來到海鮮，就是要吃海鮮。對啊，這海鮮好肥美的感覺。我們都是從那個台中港進來的。哦，新鮮直送。對，一個魷魚，一個炒蝦，還有鱸魚。好新鮮。又新鮮又端又脆，可是它又還有保有那種甜度跟鮮味的部分。吃得出来它非常新鮮，因為只要一不新鮮，它皮的腥味馬上跑出來。所以那個汁裡面有加了很多的香料，對吧？對，香料。因為這個香料聞起來就意式花香醬，花香醬很好吃哎。所以鱸魚也可以淋這個醬。對，都是一起吃。百搭。試試看，蘸一點這個醬料。非常的鮮嫩，可是完全沒有散掉。它的海鱸魚的那個肉質很細緻，然後皮又很 Q 彈，處理的非常好。皮有一點香脆的感覺。海鱸魚，我覺得這個意式花香醬調的真的很厲害，因為它完全沒有把任何一種海鮮原本的原味搶掉，對，完全搶不掉。可是你又感受得到它的存在，而且我觉得它反而这個醬反而提升了海鮮的鮮味，對，然後 level up，因為很清爽，對，好好吃，不愧是台中港海鮮新鮮直送，料理的手法也很厲害耶，對不對？而且不止海鮮拼盤，這一鍋也非常厲害，是我的馬奶鍋。馬奶鍋是指麻辣加牛奶哦，麻辣加牛奶，對，好像有點兒意思，很衝突，可是又很溫和的感覺。那這個辣的話，是主廚自己去調嗎？對，我們用很多的香料，還有辣椒。辣椒基本上都有3種辣椒，先把醬煮起來，再把這個醬再去熬湯。你是自製就對了，對，然後再加上牛奶去調和它的香氣，完全不假他人之手，全部都要自己來。對，你先不要喝，你先聞那個香味，太驚人了。這個香味，你說不上來，它到底是麻辣鍋還是牛奶鍋？對，就是它有奶香味，但是又有那個辣椒的香氣。因為我們有加一個特別的香料，可以透露嗎？應該好，可以吧？我們加的是羅漢果。羅漢果，羅漢果
其實會清解熱跟潤肺，讓你不會吃得很燥熱那種。也不會鎖喉，對不對？對，不會，也都不會。對。這個湯頭很好喝，它好喝的程度在於它很像魔法，它的魔法是。你覺得它似乎不辣，但它其實又有一點辣。你覺得它似乎有點辣，但是牛奶的香氣很快的把辣包住了，包了起來，以至於你不會覺得辣出你的嘴。我覺得就是牛奶的加入，讓這個麻辣鍋的那個湯頭變得很圓滑。对，就是對有辣椒的香氣，但是完全不會嗆辣，不會很刺激這樣。然後两個奶香跟辣椒這樣交疊，那種香氣。对，哇，超有層次的。這一鍋真的，我平常吃火鍋，雖然我很愛吃火鍋，但我很少在喝火鍋的湯。可是這一鍋真的湯頭要喝光光哎，這個湯太好喝了，不喝光不行。